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斋藤真理子医生所著的《轻松减掉内脏脂肪的饮食技巧》这本书。内脏脂肪增多，并且肝脏上积聚了大量脂肪时，想象中的恐怖局面将会发生，必须尽早采取措施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很多人的肝脏被脂肪包围，此刻身体仍在因为炎症而燃烧，如果放任不管，生命将面临威胁。第二，介绍一种食物，越吃越能大幅减少内脏脂肪，甚至让您不知不觉地变瘦和变年轻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很多人的肝脏被脂肪包围，此刻身体仍在因为炎症而燃烧，如果放任不管，生命将面临威胁。请大家现在将手放在自己的腹部，感受一下，是不是发现自己的腹部有些微凸？体重是不是比年轻时增加了？我们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自然会变得更容易发胖，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感觉最近自己好像变胖了，而以前并没有这个问题。而且也有些人认为，随着年纪增长，发胖是正常的，大家都在变胖。然而，肥胖与各种疾病之间，以及肥胖与衰老之间，存在着明确的关联。因此，保持肥胖的状态非常危险。结论是，如果你想减肥，但因为工作时间不规律或没有时间运动等理由，找借口推迟减肥，结果变得越来越胖，那么您的状况已经非常危险了。大家会发现，如果放任肥胖和内脏脂肪不管，衰老加速，疾病风险增加，甚至会出现超乎您想象的可怕后果：体重增加、脂肪积聚。这些可见的肥胖症状其实只是冰山一角，背后隐藏着对一些重要器官的巨大影响。这些重要器官之一就是肝脏。大家现在可以看看自己的腹部，如果腹部突出，说明你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内脏脂肪。当内脏脂肪增多时，脂肪细胞会膨胀，这些过度膨胀的脂肪细胞会释放出炎症物质，从而引发全身性炎症。因此，当肝脏的细胞积累了内脏脂肪，形成所谓的脂肪肝时，肝脏就会处于持续的炎症状态。如果肝脏长期处于炎症中，它将无法充分发挥以下对我们健康至关重要的功能：一、代谢功能，将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转化为各个器官所需的形式；二、能源储存功能，储存葡萄糖等体内所需的能量来源；三、解毒功能，分解并无毒化酒精、食品添加剂、氨等有害物质；四、生成胆汁，帮助脂肪的消化吸收，并排泄肝脏处理后的废物。如果肝脏发生炎症，这些支撑我们生命的核心功能将无法正常运作。因此，如果内脏脂肪大量积累在体内，身体不适、感到沉重、睡眠变差、容易疲劳等现象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更进一步，如果肝脏的炎症加剧，可能会发展为脂肪性肝炎、肝硬化、肝癌等更严重的肝脏疾病。如果肝脏变成脂肪肝，肝脏中积累的中性脂肪会通过血液流向全身，导致血管收窄并易于堵塞，结果全身的血管变得脆弱，症状加重，甚至可能导致心肌梗塞或脑梗塞等危及生命的疾病。此外，内脏脂肪会增加坏胆固醇并减少好胆固醇，导致血液变得粘稠，加速动脉硬化，进而提高心脏病和中风等由血管引起的疾病的风险。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一种叫做类固醇的物质，用来缓解和修复各个器官和组织的炎症。通常这些类固醇会被各个器官共享，用来保持身体的健康。但如果肝脏发生炎症，修复炎症的类固醇会优先用于肝脏，这样其他需要修复的器官就会缺乏类固醇，导致全身炎症。换句话说，内脏脂肪过多的人，身体各个部分在不断受到损伤，而修复这些损伤所需的类固醇也不足，处于极其不利的状态。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，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系统会出现问题，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疾病。你们可能都听说过，慢性炎症是疾病和衰老的主要原因。也就是说，
只要内脏脂肪存在，您的身体就会一直在燃烧，结果是全身的各个器官都会被摧毁。因此，必须尽早应对。无论你有多么渴望在工作中取得成果，希望过上更充实的人生，实现梦想或拥有自由的生活，当您的身体像着火一样时，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目标，而且因为炎症的影响，您的头脑也会变得迟钝，工作表现大幅下降。因此，过上理想的生活，拥有梦想中的人生，如果能够减少内脏脂肪，炎症就会得到缓解，身体状况会大大改善，心情也会变得清新愉快。炎症也会对精神状态造成严重影响。停止炎症后，精神状态会恢复到最佳，身体轻松。当肝脏的功能变差时，会导致减肥所需的基础代谢下降。基础代谢基本上是指身体在不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，自动消耗的能量，大约占据了总体代谢的60%，而实际上，肝脏在基础代谢中占有30%的比重。也就是说，由于内脏脂肪导致肝脏功能下降，肝脏所消耗的能量减少，从而导致身体不消耗能量，变得更难减肥，进一步陷入肥胖的恶性循环。一旦发胖，肥胖就会加速发展，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变胖后很难减肥的原因。但如同之前反复提到的，放任内脏脂肪不管所带来的坏处非常严重，这不仅仅是夸大其词，还可能引发生命危险，带来可怕的后果。作者也在警告我们，内脏脂肪的影响不仅仅让健康恶化，还会夺走我们为实现人生目标和追求价值观而需要的能量，进而大大降低人生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许多人会发现自己和肥胖者的体脂率差不多，因为运动不足、不均衡的饮食、睡眠不足等原因，很多人不知不觉间，内脏脂肪悄然增加。这种脂肪被称为隐性内脏脂肪，因此虽然看起来不胖，但实际上内脏脂肪可能已经积累了很多。而这种隐性内脏肥胖，尤其在女性中更为常见。最好的方法是做 CT 扫描来确认，但考虑到费用和麻烦，我们今天提供一个隐性内脏肥胖的自我检查清单，请在听的时候思考一下自己是否符合。内脏肥胖检查清单：1. 血压偏高； 2. 血糖值偏高； 3. 恶性胆固醇水平偏高； 4. 减肥失败后反弹； 5. 腹部突出，但腹部的脂肪无法捏出厚实感； 6. 喜欢吃肉； 7. 不太吃鱼； 8. 喜欢吃甜食； 9. 睡眠时间短； 10. 经常饮用含糖酒精饮料； 11. 吸烟； 12. 压力大。怎么样？如果您勾选了0到3项，说明目前您的内脏脂肪并不多。如果您符合3到8个检查项，说明您的内脏脂肪正悄悄积累，需要立即改善。对于符合9个或更多的人来说，您已经有可能属于内脏脂肪型肥胖，必须立刻采取措施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我想介绍一种食物，越吃越能大幅减少内脏脂肪，甚至让您不知不觉地变瘦和变年轻。它就是 MCT 食品。如今市场上有许多减肥方法和减少内脏脂肪的建议，其中有些方法复杂，效果短暂，甚至没有什么效果。正确和错误的方法混在一起，而且许多方法过于复杂，难以坚持。然而作者认为，如果你想轻松健康地与内脏脂肪告别，关键在于以下2点： 1. 成为脂肪燃烧体质； 2. 稳定血糖值。这2点极其简单，只要遵循这2点，就可以在不进行剧烈运动和严格饮食限制的情况下，逐渐减少内脏脂肪。首先，让我们讨论一下成为脂肪燃烧体质这一点。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利用 MCT 油。我们大多数人的主要能量来源是糖类，但实际上，人的能量不仅来自糖类，还可以通过分解脂肪产生的酮体作为能量源。将酮体作为能量来源的过程被称为脂质代谢，而能够通过酮体作为能量源的状态被称为脂肪燃烧体质。几百万年前，
人类的主食大多是脂肪和蛋白质，而糖类几乎无法获得。即使在狩猎等活动中，人类依然能够生活，这正是因为人类具有脂肪燃烧体质。简单来说，古代人类并非以糖类为主要能量来源，而是通过摄入脂肪，并从中获得酮体作为能量。这也是为什么古代人类没有肥胖现象的原因。然而在现代，糖类变得非常容易获得，导致我们主要的能量来源转向了糖类，糖类代谢成为主要的代谢方式，结果内脏脂肪大量积累，肥胖人数激增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人类体内早已具备通过脂肪代谢转化为能量的功能。如果我们能唤醒这一功能，就能大大降低内脏脂肪积累的风险。脂肪燃烧体质才是人类的正确代谢方式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成为脂肪燃烧体质呢？简单来说，只需减少糖类的摄入，以脂肪和蛋白质为主要食物，就可以实现脂肪燃烧体质。这个方法是几年前在好莱坞明星中广泛流行的生酮饮食。虽然效果显著，但由于要大幅减少糖类摄入，实践起来会有些困难，且不易长期坚持。因此，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捷径。结论就是充分利用 MCT 油。MCT 油是本书的关键部分，它能帮助您轻松转变为脂肪燃烧体质，减少脂肪，让您的减肥变得更加轻松。内脏脂肪是我们身体的恶魔，它不断侵蚀我们的健康，而 MCT 油正是对抗内脏脂肪最强大的救世主。通过它，您可以轻松地改变自己的体质，减掉内脏脂肪，让自己逐渐变瘦和变健康。MCT 油能够轻松实现这两个目标，是一种神奇的油。实际上，酮体是当体内缺乏葡萄糖时，由肝脏制造的替代能量源，而 MCT 油的分子结构小，能快速被身体消化，产生酮体。因此，简单来说，摄入 MCT 油就能增加体内的酮体。随着酮体的增加，基础代谢率也会提高，脂肪减少，基础代谢率提高，这种双重效果使得身体自然地转变为燃烧脂肪的状态。即使我们觉得糖分会导致发胖而想避免，但有时候还是难免会想吃糖分。这时建议可以在食物上加一点 MCT 油。研究表明，与单独食用糖分相比，加入 MCT 油可以使糖分更快速地转化为能量燃烧，减少脂肪积累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是容易导致发胖的糖分，加入 MCT 油食用后，也不容易让人发胖。此外， MCT 油还有很多令人惊讶的功效，例如 MCT 油的抗菌作用能减少有害菌，改善肠道环境，它能为大脑提供优质的能量，预防认知症，它还可以抑制食欲，消除饥饿带来的焦虑，改善线粒体功能，消除焦虑和烦躁等等。MCT 油的效果真是非常强大，因此如果您还没有开始摄入 MCT 油，真的是非常可惜。那么如何将 MCT 油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它加入到各种料理中。MCT 油几乎没有什么味道和气味，能够很好的搭配各种菜肴，因此您可以把它加到汤、沙拉、意大利面等食物中，甚至对于一些看似与油不太相配的食物，如味噌汤和白米饭，也能完美搭配。甚至对于咖啡、红茶、酸奶和水果等甜点，加入 MCT 油也不会有违和感。很多人觉得这样吃起来还更美味。即便是在吃高糖食物，如拉面或意大利面时，加入 MCT 油也能有效抑制血糖的升高。而且很多人会发现，拉面或意大利面加了 MCT 油后，味道反而更加美味。但过量的碳水化合物，比如大份的米饭、拉面或意大利面，会让我们摄入过多的糖分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最好避免点大份，而是选择正常分量的餐食，再加入 MCT 油。MCT 油在胃肠中停留的时间较长，可以提高饱腹感。如果你想减少食物的摄入量，
可以用 MCT 油代替大份的餐食。如果您觉得在外就餐时不容易找到 MCT 油，不妨尝试随身携带 MCT 油。您可以购买像小瓶酱油容器一样的小瓶子，在里面加入一些 MCT 油带着外出，在需要时可以加入食物中。另外，去烧烤店或火锅店时，也可以把 MCT 油加到食物中，这样不仅能够享受到美味，还能享受 MCT 油带来的健康益处。这种方法将各种调味品添加到不同的菜肴中，是最简单的食用方式。如果您能做到这一点，那么建议您尝试使用 MCT 油制作脂肪燃烧型沙拉酱。它的名字叫燃烧沙拉酱，制作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将以下材料放入搅拌机中混合即可：豆浆3大勺，蛋黄酱1大勺，MCT 油3大勺，意大利香醋1大勺，大蒜1小勺蒜泥，姜1小勺姜泥，盐1/4小勺，粉芝士1大勺。混合好后，将其放入清洁的储存容器中，并放入冰箱保存。这个燃烧沙拉酱可以涂在沙拉上，使您日常吃的沙拉健康效果倍增。此外，这个燃烧沙拉酱还可以用于其他各种菜肴，因此我推荐您制作并常备在冰箱中。例如做火锅时，可以将它作为调味料使用。MCT 油是本书减肥方法的核心，但使用时有一些注意事项，特别是对于那些之前摄取过大量糖分的人，突然切换到脂肪代谢时，可能会导致腹泻，因此建议您从每天半小勺开始。如果肠胃没有不适，可以逐渐增加摄入量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第二种食物，吃得越多，内脏脂肪减少，意外的快速瘦下来并保持年轻的神奇食物。它就是饱腹食物。如前所述，要永久告别内脏脂肪，有2个关键点：一、变成脂肪燃烧体质；二、稳定血糖。关于脂肪燃烧体质，我们已经通过 MCT 油的充分利用解决了。我将详细解释如何通过吃某些食物来稳定血糖。摄取大量糖分会导致血糖急剧上升，身体会分泌胰岛素来平衡血糖水平。胰岛素的作用是将血液中的糖转化为中性脂肪并储存，因此摄入大量糖分导致血糖急剧升高时，内脏脂肪就会增加。而且当血糖急剧上升导致胰岛素过量分泌后，血糖会迅速下降，这就是所谓的血糖波动现象。血糖过低时，大脑会认为自己进入低血糖状态，于是产生强烈的糖分渴望，导致你想吃甜食或大量进食，形成恶性循环，结果就是暴饮暴食，体重不断增加。因此，为了永远摆脱内脏脂肪，稳定血糖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血糖稳定，胰岛素就不会突然将糖分转化为脂肪，也不会产生强烈的食欲。简单来说，您就能轻松减肥。为了稳定血糖，需要减少糖分的摄入，采用血糖上升缓慢的饮食方式，定时进餐，避免血糖过低等方法。此时，本书推荐的饱腹食物和战略性零食将起到重要作用。饱腹食物指的是那些能提供饱腹感，同时又能减少糖分摄入的食物。通过食用这些食物，您可以轻松减少糖分的摄入，避免血糖剧烈波动，保持血糖稳定。而战略性零食则是在适当的时候摄取零食，以此来保持血糖稳定并帮助减肥。例如，可以选择黑巧克力或坚果作为零食，它们有助于稳定血糖，防止肥胖。很多人一听到减少糖分，就会想到需要忍耐，感到辛苦。但如何轻松地减少糖分摄入才是关键。首先，我们可以将主食替换为饱腹食物。一天的饮食中，糖分含量最高的通常是米饭和面包等主食。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白米的一半替换成糙米。如果将糙米和白米按1:1的比例混合，做成糙米拌饭，糙米的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6倍，能够显著减少发胖的机会。这里并不是说要极限减少食量或糖分摄入，而是通过这种方式，您可以轻松保持血糖稳定，减少发胖。
如果您适应了这种饮食，可以逐渐增加糙米的比例。理想的做法是100%糙米，但如果这样不容易坚持，也可以使用糙米拌饭这种方式。另一个推荐的饱腹食物是饱腹豆腐饭，这是一种通过加入豆腐来减少米饭摄入量的好方法。制作方法很简单，准备1盒米和1块300克的木棉豆腐，将米放入电饭煲中，加入1盒米的水，然后去掉1大勺水，加入木棉豆腐，按通常方式煮饭。煮好后，搅拌米饭和豆腐，这样可以轻松减少约40%的糖分摄入，帮助您减肥。大家不要吃零食，很多人对零食有吃零食会发胖的印象，但作者指出，零食如果合理安排，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打造不易发胖的体质。长时间不吃饭，血糖水平会逐渐下降，身体会变得能量不足。如果在这种状态下突然吃大量食物，血糖会急剧上升，胰岛素会促进脂肪的储存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作者建议可以有策略地吃一些零食，适量提高血糖水平。具体推荐的零食包括味噌汤。由于味噌汤是发酵食品，它有助于调节肠道环境，预防贫血、头晕、头痛等问题，还能提供铁质、蛋白质等营养成分，并帮助抑制饥饿感。作者自己会将味噌汤装入水瓶中，感觉到饥饿时就小口喝一些。如果觉得自己做味噌汤麻烦，可以选择即食味噌汤。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有机的即食味噌汤，可以满足更注重健康的人群。另一个推荐的零食是京海带。京海带的零食在便利店也能找到，适合作为兼食。京海带的卡路里非常低，是减肥期间理想的零食，吃了不会担心热量问题，还能有效减少内脏脂肪。京海带富含膳食纤维，能够改善肠道健康，帮助稳定血糖水平。此外，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有助于补充营养。由于京海带有较强的咀嚼感，少量食用就能获得饱腹感，有助于防止过度进食。此外，混合坚果也是一种很好的零食选择，富含 B 族维生素，能促进新陈代谢，并且糖分较少，能够帮助稳定血糖。70%以上可可含量的黑巧克力也是一种推荐的零食。黑巧克力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具有抗衰老作用的多酚，能帮助稳定血糖，同时也能提供抗衰老的效果。通过巧妙利用这些健康的零食，可以有效防止血糖急剧上升。理想的间食时间是餐后3到4小时，此时体内的糖分作为能量来源已经减少，血糖水平也开始下降。此时稍微吃点零食，不仅能提供能量和营养，还能缓慢地提升血糖水平，从而防止暴饮暴食。如果您在12点吃了午餐，那么间食的最佳时间是下午3到4点，可以吃一些京海带、混合坚果或黑巧克力等。适量是关键，避免过度摄入，让每一口都为健康加分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，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